想象一下，现在是 presentation 前一天晚上，你的手心出汗，心里不停在想，如果我忘字怎么办？如果被问到答不出来的问题怎么办？我以前也以为这就是最早的情况，但后来我发现其实不是，因为最惨的并不是出错，而是你辛苦做完了一场 presentation， 下台后却没有任何人记得你讲了什么。那到底要怎么做才能让观众听进去，甚至被你说服？我还记得有一次在哈佛，我知道教授的课结束时，全体学生居然不约而同的在鼓掌，这全是因为我知道教授虽然不玩花招，但他有本事把最复杂的事情让大家瞬间秒懂。所以这支影片我会分享他教我的3件事，只要学会其中1招，下一次 presentation 的层次就会完全不同。但在讲技巧之前，让我们先来快速重新定位一下 presentation 这件事。要在 conference 上脱颖而出，最快的方法是什么？其实就是你的 presentation。我有个博士班同学，就是因为报告的太出色，下台后直接现场拿到 job offer。这让我发现，你的论文可能大家要以后才会读到，但在台上那短短10分钟，大家对你的评价其实当场就定案了。换句话说 ，presentation 并不只是在呈现研究结果，其实更是你建立专业名声的最好机会。第一点，内化内容。如果要把这点用一句话总结，那就是不管台下坐的是谁，你都要让自己成为全场最懂这个题目的人。你可能看过这种状况，有些人在台上被问到比较尖锐的问题，瞬间就开始语塞，甚至整个人自信全没了，只能在台上尴尬地傻笑。相反的，那些真正的高手在遇到挑战时，表现的确非常从容。他们甚至可以马上反应说，关于这点去年有3篇相关论文发表，然后不加思索的继续降下去。这种专业度的差距在几秒钟内就能分出高下，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更有天分，而是因为他们在台下做了完全不同的准备。这里有一个非常实用的练习建议， slides 做完后注意检查每一页，写下所有可能被问到的问题，特别是那些你心里最怕被问到的魔王题。你必须对 slides 上的每个细节了若指掌，接着请联系大声回答这些问题。毕竟如果你连最刁钻的问题都想过一遍，那在台上的时候你真的就没什么好怕的了。第二点，对准观众。很多人准备 presentation 的时候很容易卡关，因为多数人都习惯先问我想讲什么。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逻辑跟我知道教授的核心思维完全相反。他总是要求我们换位思考，先去问观众是什么背景，他们已经知道了什么，还有他们最后应该带走什么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不重复使用同一套 introduction slides， 即便研究内容是一样的，他也会根据观众重新设计切入点。因为核心观念很简单， slides 的重点不在于传递了多少资讯，而在于帮助观众理解资讯。所以在做投影片时，请遵循这3个原则。每张投影片只传达一个核心讯息，删掉所有观众不需要的冗余资讯，确保观众在3秒钟内就能看懂你的内容。第3点，掌控全场。最后，有了好的内容与设计，你还需要学会如何掌控现场的气氛。回想一下你真正记得的 presentation， 讲者可能不花俏，但他有办法让原本很烧脑的东西听起来突然变得很简单，让你有一种原来是这样的感觉。我知道教授就是这方面的高手，他有一个很强的小习惯，在讲到核心终点前，他会可以停顿1到2秒，在那段沉默中，全场的注意力会瞬间集中，这让随后的重点变得更有冲击力。除了这个核心技巧，还有2个能让你在台上更从容的小细节。首先是眼神交流，多看观众而非盯着 slides， 观察他们有没有跟上。第二是稳住开头，一定要被受开场的前2分钟，只要开头稳了，后面自然会发挥得更好。总结一下今天分享的3点，从彻底掌握内容开始建立信心，接着切换到为观众设计的思维，最后则是学会掌控全场的节奏。请记住，好的 presentation 不是要把内容塞满，而是要让观众在3场后心里还记住你最核心的那个观点。下次上台不要只求顺利讲完，试着换个思维，让你的 presentation 成为观众那天收获最多的那一场。